出大事了！浙江宁波养老项目爆雷，官商勾结，卷走上百名老人的养老金，老人上访却被指责聚众闹事。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，请支持我的朋友帮我点赞，并按下热推按钮。近期一名宁波的当事人在网上发布了他的经历，但内容很快被删除。下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我叫李解放，是浙江省宁波市人，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。年轻时，我在工厂里挥汗如雨，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就指望退休后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可谁能想到，2025年的春天，我那点可怜的养老钱，竟然被一个所谓的政府背书养老项目给吞了。几十万啊，那是我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，就这么打了水漂。如今，我站在顺成集团的门口，看着上百个跟我一样满头白发的老头老太太，心里的愤怒和失望像火一样烧，烧得我喘不过气。可更多的是无奈，我们这些退休老人在这个国家到底算什么？事情得从4月21日说起。那天，浙江宁波余姚市顺成集团的大门前挤满了人，全是像我一样的老人，手里攥着合同，嘴里喊着“还我血汗钱”。我们都是顺成集团旗下夕阳红老年公寓投资有限公司的受害者。这个公司几年前打着政府支持稳赚不赔的旗号，忽悠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把养老钱投进去，说是能拿高额回报，还能优先入住他们的高档养老院。我投了30万，老伴劝我说风险大，可我一想，政府都站台了，能有啥问题？再说了，退休金1个月就那么点，物价又涨得飞快，不早点投资，日子怎么过？谁知道这夕阳红公司3天前突然爆雷，法定代表人徐谢峰和董事熊兰青卷钱跑路了，公司账户空了，办公室人去楼空，留下的只有我们这些傻乎乎等着回报的老人。那天在顺成集团门口，场面乱得像菜市场。有老人哭着说那是给孙子留的学费，有老人气得直拍大腿，骂自己怎么就信了政府的鬼话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30万，对有钱人来说可能不算啥，可对我这样的普通退休老头，那是半辈子的心血。我们没想发大财，就想老了能吃口热饭，生病了能看得起病。可现在呢？钱没了，梦碎了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我们喊破了嗓子，保安却把大门锁得死死的。警察在旁边冷眼看着，说别聚众闹事，回去等消息。等？我们还能等多久？70多岁了，还能有几个明天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事绝不是单纯的公司跑路，背后肯定有猫腻。夕阳红公司当年宣传的时候，政府官员站台，电视台报道，报纸上全是政府扶持养老产业的新闻。我们这些老实人哪会怀疑政府？可现在公司爆雷了，政府却跟没事人似的，连个调查都没启动。有人私下说，夕阳红的徐谢峰和当地官员关系密切，项目批得那么快，资金流得那么顺，哪能没点官商勾结？钱被卷走，跑路的只有公司老板，官员们照样坐在办公室喝茶，哪管我们这些老人的死活？这就是中国式的养老保障，说白了就是把我们当韭菜割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政府不是没钱，是压根儿不把老百姓的养老当回事。你看看新闻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元建外国，修非洲的高铁，建南美洲的医院，搞得中国跟世界救世主似的。去年有个报道说，中国在某个非洲国家投了500亿建港口，完工那天还搞了大庆典。可轮到我们这些退休老人呢？养老金发不出，养老项目爆雷，连个像样的养老院都住不起。政府口口声声说人民至上，可这人民里哪有我们这些普通老人的份儿？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交了几十年的社保，到头来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。政府把我们当什么？当累赘，当垃圾，想怎么甩就怎么甩。再看看人家台湾，地方小，人口不过2000多万，可人家的养老体系让人眼红。台湾的劳保年金按时发放，退休工人平均每月能拿2-3万新台币，够吃饭、看病，还有余钱旅游。他们的养老基金透明公开，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能查到，政府不敢乱动老百姓的钱。
反观我们这儿，养老金账户被挪用，养老项目成了诈骗的幌子，政府还美其名曰市场化运作。中国14亿人口，经济总量世界第2，结果连个台湾的养老保障都比不上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我有时候想，要是我生在台湾，现在估计还能带老伴去花莲看看海，而不是在这儿为几十万养老钱哭天抢地。这几年，中国的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，谁都看得出来。疫情之后，外贸订单少了，外资企业跑了一大半，宁波的工业园区厂子空了一片又一片，政府的债越欠越多，听说有些地方连利息都还不上。为了填窟窿，他们把手伸进了老百姓的救命钱里。养老金被挪去还债，医保基金被拿去搞政绩工程，夕阳红这样的养老项目更是成了圈钱的工具。我有个老邻居，去年生病想报销医药费，结果医院说医保账户没钱了，让他自费。他气得在医院大闹一场，最后还是掏了自己的积蓄。这就是政府的民生保障，说白了就是抢老百姓的钱去填他们的坑。更可气的是，官商勾结的嘴脸越来越露骨。夕阳红公司爆雷后，有人爆料说，徐燮峰早几年就跟当地官员吃喝玩乐，拿地批项目，一路绿灯。这些年，宁波的养老产业被炒得火热，政府推一个项目，商人圈一波钱，最后跑路了，背锅的还是我们这些傻乎乎相信政府的老人。我还听说，有些地方的警察为了帮政府还债，专门搞假案冤案，扣民营企业的财产。宁波有个小老板，厂子好好的，被安了个偷税漏税的罪名，财产全被没收，人都进了看守所。这还是法治国家吗？这不就是明抢吗？政府推的养老项目号称高回报低风险，可结果呢？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钱全砸进去了，最后连个泡都没冒出来。我投的30万是想着老了能住进养老院，有人照顾，不给儿女添麻烦。可现在钱没了，养老院没影儿，我连给老伴买药的钱都得省着花。政府呢？一句市场风险自负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可当初是谁站台？是谁让我们相信这项目安全可靠？这不是诈骗是什么？更可悲的是，我们这些老人连维权的力气都没有。那天在顺辰集团门口，有个老太太喊着喊着就晕倒了，救护车来了才知道她有心脏病。警察还在旁边催，赶紧散了，别在这儿添乱。我们添乱？我们只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，怎么就成了乱？我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盯着天花板想，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？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，进工厂干苦力，交了几十年的社保，以为老了能有个依靠。可现在呢？养老金发不出，养老项目爆雷，政府还把我们当麻烦精。我70多岁了，还要为生活费发愁，还要担心老伴生病没钱治，这日子到底是为谁过的？政府眼里，我们这些退休老人不是人，是累赘，是可以随便牺牲的数字。他们宁愿把钱扔到外国去博个好名声，也不愿给我们提高点养老金，建几个像样的养老院。看看那些特权阶层退休后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高额养老金、免费医疗、住着国家分的房子，出国疗养都不花1分钱。我有个远房亲戚，当年是个小官，退休后1个月拿1万多的养老金，住的高档养老院，吃喝玩乐样样不缺。而我们这些普通老人呢？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现在连个安稳的晚年都捞不到。政府把钱花在谁身上，一目了然。对他们来说，老百姓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这是让我彻底看清了政府的嘴脸。年轻人啊，别再傻乎乎信政府了。他们喊的养老保障、人民至上全是空话。社保交了几十年，到头来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。政府推的项目十有八九是圈钱的陷阱。夕阳红爆雷不是第一例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例。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的下场吧，血汗钱被骗光，维权被威胁，连个公道都讨不到。政府靠不住，养老只能靠自己。趁年轻赶紧攒钱买保险，学点投资的门道，别指望国家给你兜底。更现实一点，年轻的时候要想办法移民。
去台湾，去新加坡，去任何一个把老百姓当人的地方。中国这地方对普通人太残酷了，政府不把你当回事，钱再多也会被他们变着法子掏走。我现在是没机会了，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只能在这儿熬日子。可你们年轻人不一样，世界那么大，干嘛非在这儿受罪？走出去，找个能让你老了有尊严的地方，哪怕辛苦点，至少不用提心吊胆，怕哪天连养老钱都没了。我站在顺辰集团门口，看着那些跟我一样满脸皱纹的老人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年轻时为国家卖命，老了却被国家抛弃。夕阳红的暴雷，只是我们悲惨晚年的一个缩影。政府不会管我们，商人不会管我们，连警察都在帮着他们压我们。到头来，我们能靠的只有自己。可我这把年纪还能靠什么呢？愤怒、无奈、失望填满了我的胸膛，可这些情绪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只能在这儿写下这些文字，告诉你们：别信政府，别信国家，养老要靠自己，未来要靠自己。别像我一样，70岁了还在为几10万养老钱哭天抢地。